印度，这个缤纷多彩的国度，宗教气息浓厚，各种信仰宛如星辰之多。你是否也曾对印度浩瀚的宗教感觉困惑？那么今天就跟住我们的步伐，一探究竟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，你的喜欢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首先，印度宗教的历史层层叠叠，随着一层层的剥开，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秘密。最早的宗教是印度教，起源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，后来在那个奶酪一样多口的历史长河中，一路发酵出了佛教、耆那教等新的信仰。让我们转眼看看现今的印度，有80%的人口信奉印度教，但这里的宗教多元性绝对可以拿下全球冠军。如果把印度比作一个大杂烩，那宗教就是它的香料，让整个国家更加味道十足。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锡克教等等，统统都有。谈到宗教冲突和融合，你会发现这个锅里的调料有时会冒出火花，但大部分时间，它们却可以和谐共存。印度教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宗教。让我们从印度教开始。印度教信徒数量接近9亿，占全国人口的 80.5%。这种宗教不仅在印度本土广泛流传，约有5000万的印度教徒居住在海外，尤其集中在美国和南非。源自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教具有深厚而多变的历史，其演变过程与印度的历史纠缠不清，长达数千年。这种信仰大约起源于公元前2500年，并与其他宗教不同，没有单一的创建者，缺乏完整的神学体系和道德规范，并无中央组织的统筹。然而，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，现代印度教在形式上更趋近于我们所理解的宗教。然而，许多人认为印度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，更广泛的说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在7世纪开始，印度历经阿拉伯和阿富汗帝国的侵略，然而印度教以其包容的特性得以生存下来。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印度教本身具有强大的吸纳与包容性，同时也由于如阿克巴等入侵统治者实行的宽容政策，这2种因素使得印度教能够在巨变的历史风浪中坚韧地生存下来。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4个不同等级：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和首陀罗。婆罗门即僧侣，为第一种姓，地位最高，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。刹帝利即武士、王公、贵族等，为第2种姓，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。吠舍即商人，为第3种姓，从事商业贸易。首陀罗即农民，为第4种姓，地位最低，从事农业和各种体力及手工业劳动等。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等级。除4大种姓外，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，即不可接触者或贱民，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，最受歧视，绝大部分为农村贫雇农和城市清洁工、苦力等。种姓制度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，早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就开始萌芽。后来在阶级分化和奴隶制度形成过程中，原始的社会分工形成等级化和固定化，逐渐形成严格的种姓制度。种姓是世袭的，几千年来，种姓制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影响很深，种族歧视至今仍未消除，尤其广大农村情况还比较严重。佛教源于今日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，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世时以吸引大量信徒，其中以富裕阶层和上流社会为主。然而到了9世纪，虽然信众数以10万计，却在宗教大观中显得微不足道。然而尽管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逐渐衰落，近100年来，远东地区对其的接纳却远超印度本土。至于其衰退的原因，学界并无定论。一个重要的看法认为，印度教与佛教的融合，以及费檀多运动的兴起，导致了佛教的迅速衰落。另一种看法则将这归咎于突厥人对佛教寺院、图书馆和体系的破坏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
许多印度佛教徒选择离开，移居到斯里兰卡和其他亚洲国家。随着主要朝圣中心的失去，以及上流社会地位的转移，佛教在印度的影响力大减。今天在印度仅有约800万的佛教信徒。然而，在远东的中国，佛教的影响力却如日中天。自佛教从世纪边际的丝路传入，至魏晋南北朝，佛教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宗教之一，并与儒教、道教合称三教。佛教影响深远，从文学、艺术到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见其痕迹。其中，禅宗的理念更是与中国的文化儒释道等元素交融，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禅风，影响了中国的诗词、书画，甚至茶道、花道等艺术形式。此外，佛教的慈悲为怀、克己奉公的理念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和生活态度。因此，虽然佛教在印度逐渐衰落，但在中国却开花结果，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与社会。锡克教，约400年前，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诞生了一种新的信仰——锡克教。锡克教的创始人是古鲁南克，他们的教义很简单，信仰一个神，过着诚实的生活，并且尊重所有的人类。他们头上的头巾和刀是他们的信仰象征，也是他们的身份标记。根据2001年的统计，印度锡克教徒的数量约有1930万。今天，旁遮普仍然是锡克人的主要居住区域，不仅是锡克人口最多的省份，也是这种信仰的发源地。此外，哈里亚纳邦和新德里也有大量的锡克教徒居住。锡克教的最著名圣地便是金庙，位于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。许多锡克教徒在军队服役，并且在政坛有着一定的影响力。以前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为例，他就是首位出身锡克教的印度总理。旁遮普，锡克教徒的精神家园，同时也是印度唯一一个锡克教徒人口占多数的邦。这里对锡克教徒来说，既是他们的实际居住地，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之地。耆那教，耆那教与印度教、佛教和锡克教并列，共同构成了源自印度的四大达摩系宗教。虽然在整体印度人口中，耆那教徒只占有微薄的 0.4%， 约420万人，但他们在印度社会中拥有的地位与影响力却与人口比例并不相符。事实上，绝大多数的印度耆那教徒都生活富足，他们的权利和财富远超他们人口数量所暗示的范围。2001年的印度人口统计数据更为我们提供了明证，耆那教徒的识字率达到了 94.1%， 这一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的 64.8% 相比，有着显著的优势。因此，尽管在人口比例上看似微不足道，耆那教徒在印度社会中却拥有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。耆那教是一个强调非暴力和极度节俭的宗教，耆那教徒甚至会戴上口罩，以防止无意间吞食小昆虫。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，让我们不得不为之动容。伊斯兰教，公元8世纪初，伊斯兰教传入印度，迅速发展为印度的第2大宗教。在接下来的数世纪里，伊斯兰教对于丰富和强化印度文化贡献匪浅。它不仅塑造了印度北方的古典音乐风格，融汇了印度和中东的元素，同时也鼓励乌尔都语这种语言混合了印地语、阿拉伯语和波斯语，并富有了传统宗教与世俗文学的遗产。众所周知的泰姬陵和其他华美陵墓，也是当时莫卧儿王朝的礼物。根据2001年的统计，印度拥有约13000万穆斯林，他们主要分布在克什米尔、哈拉拉邦、西孟加拉邦、阿萨姆邦以及恒河平原部分地区。其中，恒河平原上的北方邦是穆斯林最多的一个邦。印度的穆斯林主要分为2种，一种是移民，称为埃什拉夫，包括早期的阿拉伯人和后来的普什图人与蒙兀儿人；另一种则是本土皈依者，他们大多数来自贱民与首陀罗阶级，虽然也有少数人的祖先是婆罗门和沙地利。
这些人都有谢赫的头衔。这两种不同的背景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穆斯林社区的多元与包容性。基督教历史证据暗示，基督宗教可能在公元1世纪时就已在印度落地生根。然而，它真正开始繁荣兴盛，是在欧洲列强殖民印度的那段时期。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，认为基督宗教是由使徒多马在公元52年传入印度的。然而，这种说法至今的准确性仍有争议。无论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何，基督宗教作为印度的第3大宗教，在社会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，也是印度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。根据统计，印度的基督徒人数约为2400万，占印度总人口的 2.3%。基督宗教在印度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南部的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，东北部的纳加兰邦和米佐拉姆邦，以及西部的果阿邦。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基督教传统与风格，构成了印度基督宗教的多元与丰富。每一种宗教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，就像印度的咖喱，每一种香料都让它更加美味。印度，一个多元、缤纷又充满活力的宗教大熔炉，欢迎你来品尝这其中的滋味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